天灵灵地灵灵，不做陪着老婆行不行？天灵灵地灵灵。阿宁，不做我老婆，你想做谁的老婆？他的吗？恍惚间，许宁似乎看到了滚落悬崖前看见的那半拉脑袋。是裴卓，是他在一下一下的擦着那个脑浆子飞溅的脑袋。裴卓他果真是个变态。放开我！阿宁，让我走！乖一点，我也不想伤害你。裴卓，是我，发烧了，不认识我了。哎呦我去，我还能不认识你啊？要不是原主看见你拿着石头一下又一下次次不留情地折磨那颗脑袋，我许宁一个加班猝死的牛马能有幸体验这个穿越之旅？阿宁，我头疼。头疼？哎呦，完犊子了，触发关键词了。我的脑瓜子会不会也会像西瓜一样被裂开啊？你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呀？你和周婶他们上山挖野菜，掉下了山坡，摔破了头，当时流了好多血，我都要吓死了。许宁低着头，快速整理了一下原主留下的记忆。裴卓的妈妈10几岁就去了大户人家做丫鬟，几年后回家，家里就多了个裴卓。一个私生子真真假假不得而知，但是裴卓也确实是争气。没几岁就中了童生，县里的书院觉得他前途无量，收了他去读书。可世事难料，外出读书的裴卓被一辆马车拉了回来，下半身都是血，人也昏迷不醒。冒雨去城里请大夫的裴妈妈失足落水，掉进河里淹死了。等人发现的时候，尸体都被泡得没了人样。裴家认为他死得不吉利，连棺材都没给，祖坟也不让进，草席子一卷，就在后山找了块地方埋了。难不成刚才那个脑袋是裴卓的仇人？阿宁，你心绪不宁，是在可怜我吗？一个算计我的女人也会心疼人吗？阿宁，我不是，我就是，哎呀，不是裴卓，你听我说。好了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睡吧。许宁躺下，闭上眼睛，他能感觉到一道目光落在他脸上，被子下的手指紧紧地攥着床单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许宁才听到关门的声音。他松了口气，慢慢地睁开眼，就对上了裴卓那双满含戏谑的丹凤眼。阿宁，你睡不着吗？我想喝水。喝水啊，我去给你倒。裴卓总算是出去了，但许宁却后悔了，他会不会给自己下毒？裴卓走了进来，黑瓷碗装着半碗水，水色泛黄，像是加了什么可疑的东西。喝吧。好，先放桌上，我一会儿喝。阿宁，你今天很奇怪。当然奇怪了，哪能不奇怪啊？如果你杀的那个人是你仇家，那根据我调取的原主的记忆，我也算得上是你仇家之一了吧？毕竟我们的婚姻也是我家算计来的。原主省吃俭用供养自己喜欢的书生上学读书，谁成想那个书生竟然转头和村长的女儿定了亲了。气不过的恋爱脑原主发誓一定要找个比这书生强的读书人。后来不知道谁给他出了个主意，
他居然跑来裴卓家里住了一夜。隔天早上，原主、后娘和裴家人就来了。原主家都是些不讲理的，双方扯皮扯了半晌，裴卓用5亩地换了这个老屋和屋后的一块地，以及一个算计了他的女人。怎么了？阿宁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不可以，我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多喝水，对身体好。许宁只能硬着头皮接过他手里的碗，看着碗里的水，他的手指都在微微发抖。怎么不喝？怕我下毒啊？不是。许宁端起碗抿了一口，水里有一股甜味儿，他有些诧异。我加了糖，好喝吗？好喝。这可真他妈的太好喝了，这个穷的揭不开锅的家居然有糖，我真的是要被他吓死。许宁以为自己会失眠，却一沾枕头就睡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胃里空空如也，饿得头晕眼花。他进了厨房，裴卓不在，打开锅盖，许宁盛了一碗，吹了吹，喝了一口。人在饿的时候吃东西会格外香，土豆汤味道还不错。许宁回到房间想快点入睡，可因为下午睡太久，根本睡不着。屋子里黑黢黢的，黑暗中似乎有什么虫子在手上爬。许宁惊恐地坐了起来，循着记忆找到了油灯，可他打不着火，又去厨房借火。一进门就被门口立着的一道黑影吓了一跳。吓到你了？没有，是我太饿了，吃了半碗饭。裴卓看了一眼锅里的土豆汤，没有说话。许宁心想，吃半碗土豆不至于要杀了他吧？我明天还得进山挖野菜，要是不吃饱的话，我怕又在半路晕倒。当然不会，阿宁太瘦了，是该多吃点。不像我是个废人，少吃点也没事的。果然是嫌弃我吃了半碗土豆汤。两个人回到屋子，裴卓摸黑上床，还拍了拍床板。快睡吧，你不是最喜欢和我睡觉了吗？许宁一点也不想睡，更不想和裴卓躺在一张床上。为什么不睡？没什么，下午睡多了，不困。被人直勾勾地盯着看，许宁觉得更不自在了。还是睡觉吧，我这会儿有些困了。好啊。裴卓白皙修长的手指又轻轻地拍了拍他身边的位置。来，睡这儿。床是几块木板搭的，不大，动一下咯吱咯吱的响，声音十分可疑。可许宁根本不在意，他在意的是身边的这个人。许宁想先赚点钱，然后带着钱远走高飞。想象很美好，现实是唯一的一条被子被裴卓抢走了。天光微亮，许宁醒了，穿鞋下床，出了门。房门一关，原本熟睡的裴卓睁开了眼睛，眼中一片清明。胆小贪婪又愚蠢的老鼠也会有狡猾的一面吗？还是被他发现了什么？这可不太好。许宁觉得自己不能日日防着裴卓，就算防得了一时，可裴卓是他枕边人，想弄死他轻而易举。他得生活，得赚钱，就不能日日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不然迟早得疯掉。他得给裴卓一些饵料，吊着他，让他不能对他动手。阿卓，是不是累了？是。
是有点累，不过我很开心。为什么开心？因为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开心。可我会拖累你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是个废物。大约以后是比不得周口村的孙延昌的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着你。我嫁给你，确实是因为气不过。不过你以后一定会比那姓孙的强。怕是要让阿宁失望了。我现在就是个废人了。哼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许宁抓住了裴卓的手。阿卓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可以做很多事。阿宁，你能这么说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明天我们去把后面的地翻了，后天我去买点种子，日子会变好的。等过几天我还想做点小买卖，等挣了钱就找大夫给你治腿，等你的腿伤好了就送你去书院读书。我打听过了，你是十里八乡最聪明的人，一定能超过那个姓孙的。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。阿宁对我真好。许宁总算是能松口气了。夫妻俩终于睡了他们成亲以来最安稳的一觉。李家老二失踪的日子和原主看见裴卓杀人是在同一天，有没有可能这个李家老二就是被裴卓给杀了？可是裴卓为什么要杀李家老二呢？这2天裴卓表现得太正常，他就要忘记他是个杀人凶手的事儿了。听说李老二跑了。跑哪里去了？说是欠了赌坊的银子跑了，也不知道跑去哪儿了。赌坊把李家都砸了呢。这样，那还真是可恨。哼，跟乞丐似的，真穷酸。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在嫉妒我吧？我嫉妒你？嫉妒你穷酸吗？你自然是嫉妒我嫁给了裴卓，他是读书人，又长得那么好看。不过呢，他现在是我相公，我也绝不会允许他纳妾。你呀，就不要肖想了。周婶怕他们又吵起来，赶紧招呼许宁回家。我今天去找村长了。我和村长说，我可以开个小学堂，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读书认字。村长他怎么说？他拒绝了。从前我还觉得我是什么人物，大家捧着我，惯着我，我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现在看来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求你别笑了，真的很吓人的。阿宁，我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我真的比不过那个姓孙的。阿卓，我买了黄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许宁将黄豆泡了，将水上飘起来的豆子挑拣出来放在一边。你看啊，这些飘起来的都是坏豆，不能用的。好了，这样得泡上1天，咱们先去后面翻地吧。2个人忙活了一上午，基本都是许宁在做。要不你还是先回去吧。许宁刚说完，裴卓就一头栽倒摔了下去。阿卓，你发烧了。将人放在床上。裴卓，裴卓，你醒醒，裴卓。我怎么了？你都发烧晕倒了。你都多大的人了，发烧了自己都不知道吗？以后可不要再逞强了。我又买了一些黄豆，我想了一下，还是觉得不该只在镇子里卖，得去县里。县里鱼龙混杂，你一个人怕是不行。可以去试试，总比在这里饿死要强啊。县里有个很大的菜市场，你就只管做买卖，不要说你是清水村的人，也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认识我。许宁没问为什么，他想，能让裴卓如此忌惮，看来传言有些是真的。裴卓真的得罪了什么人？转眼到了镇子赶集那天，许宁带了满满1桶的豆芽去。你一个人能推动吗？小意思。
那我走了，回来给你割肉吃。许宁一走，就有人走过来问：哟，裴卓呀，许宁这是干什么去了？不干什么，她一个女人不过是做点苦力活贴补家用罢了。哎呀，我也是好心，她好歹一个女人家，总往外面跑不是个事儿。哎，你过得这么辛苦，从前的同窗怎么没来帮帮你啊？裴卓的笑容像焊在了脸上，也不接话，就那么看着钱小三。哎呀，读书人花花肠子就是多呀，要不你回去说点好话，没准人家就愿意帮你了。钱小三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哎，我可没说错啊，大家可都知道他那些破事儿。瞧见没有，他不反驳就是心虚，亏你还眼巴巴的喜欢，谁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。许宁的2桶豆芽很快卖完了，结果才进村就遇到几个村民正在低声议论着什么。哎，裴卓那事儿是真的啊？哎呀，钱小三亲口说的，不过真假不知道。哎，我早说了，一个大男人长成那样，别说女人了，男人也稀罕呢。裴家老屋门口乱糟糟的，门口围着一些村民低声议论着什么。许宁挤过去，见裴卓倒在地上，表情痛苦。阿卓，你怎么了？疼。许宁力气大，将他抱了起来。村民们不可置信地看着许宁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将一个大男人抱进了屋子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他腿还是疼。婶子，你知道哪里有好点的大夫没有？县里的回春堂不错，可人家县里的大夫不会来村子的。那就去县里看。麻烦婶子帮我雇个牛车，我出双倍的钱。周神点点头，快步走了。从清水村到县里要走20里的路，后市开车可能用不了半个小时，可许宁和周家大郎赶着牛车走了好久。2个人很顺利到了回春堂。回春堂地方不小，往来的人也多，伙计没有因为他们穿着不好狗眼看人低，还帮着将人抬了进去。能治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他这个腿呀，拖得太久了，要治好最少得花10两银子，你们考虑考虑，若是治呢，就去准备银子，不治天黑前就回去吧。送我回去吧，如果我死了，就把我和姑姑埋在一起。我去筹银子。裴卓很意外。周大哥，麻烦你帮我看着点裴卓，我去想想办法凑点钱。许宁将今天卖豆芽的钱拿了一些给伙计，算是押金。麻烦小哥照顾一下我夫君，这些钱你先用着，我现在就去筹钱。不麻烦不麻烦。许宁出去了。这妇人倒是有情有义呀。情义不值钱，既然人家交了钱，那就再去看看病人。裴卓看到他回来，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。我还是阿宁先说吧。他把银子放在了桌上。哪里来的？18两，用来治病够了。哪里来的？许宁将自己卖豆芽的事说了。阿宁，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好。银子到位了，医馆自然会尽心尽力的治疗。裴卓是活活疼醒的，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的腿被切开接上，然后他像个破烂衣服一样被缝补好。裴卓在发抖。许宁以为他发烧了，摸了摸他的头，也确实有点儿。来，先把药喝了吧。他扯着嘴角露出个假笑，端起碗一口喝了。许宁拿了一个东西放在他嘴边，裴卓吃了，丝丝缕缕的甜盖过了苦味儿。
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吃什么糖？苦都是一样的，分什么大人小孩啊？医馆住了3天，韩大夫说裴卓恢复得不错，到底是年轻人，他身体底子不错，后续的只要按时来拿药就好了。许宁大方地付了钱，将裴卓抱上了马车。马车缓缓地离开了县城，到了村子，天已经黑了。若是以前让他和一个陌生男人睡一张床，指不定多想，可最近实在太累，劳神劳心的累，一沾枕头就睡了。裴卓却睡不着，他盯着房顶的一块黑发呆。以前很多时候他都这样。当初裴家刚把他扔在这个屋子的时候，他也喜欢盯着房顶，看上面的稻草，垂下来的蜘蛛网。许宁一觉睡得神清气爽，一睁眼对上一张帅脸，还是愣怔了一下。刚想问裴卓怎么起这么早的，才发现自己将裴卓挤到了墙角，被子也被自己骑在身下。裴卓可怜巴巴地缩在角落，还抬着腿，怕被他碰到。抱歉啊，没有压到你的腿吧？没有，阿宁睡觉很老实。你要去茅房吗？裴卓乖巧地点点头，被他扶着去了茅房。许宁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。怎么了？你今天有点奇怪啊。哪里奇怪？我每天都是这么尿的。好了，你可以闭嘴了。裴卓轻笑了一声，2个酒窝再次露出来。许宁很想戳一下，这么想，他就这么做了。你脸上沾了东西。那拿掉了吗？啊？什么？沾着的东西。啊，拿掉了，拿掉了。那啥，咱回去吧。裴卓这才慢悠悠地穿好了裤子。裴卓和许宁回来的事儿，村里人很快都知道了。可是下午，就有一声尖叫打破了村子的宁静。村长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个疯婆子要砍死我！许氏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村长，钱小三就是污蔑啊！我可没有想砍死他，我只是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踩断我家裴卓的腿。臭娘们儿还狡辩，不想砍人，你拿刀做什么？你说这个啊？我刚才在做饭，看见你了就想问问你，结果你拔腿就跑，那我就只能追了呀。你胡说，你就是要砍死我！那你说我为什么要砍死你啊？因为我踩了裴卓的腿。可他现在没事了。村长，几天前这个钱小三跑去我家推倒裴卓，还踩断了他好不容易长好的腿，差点害了他的性命，好多人都看到了。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您是村长，裴卓说您为人最是正派，村长您说怎么解决，我听您的。裴卓家的，那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村长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我都听您的。您说钱小三打人杀人可以原谅，那我们就原谅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反正裴卓也没死。村长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就是，这怎么能跑去人家家里打人呢？谁都跟他一样，那咱们村子不就乱了？老子只是推了他一把，他的腿本来就断了，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我家裴卓本来都已经好了，他还能在家里做做饭，去后面翻个地什么的。如今被钱小三害的，大夫说他以后都干不了活了，只能精细的养着，这叫我们以后可怎么活呀？我还是找个绳子吊死算了，也省得活着受罪，还时不时的要被人欺负。裴家的，这次去医馆花了多少钱呢？许宁当然不能说10两，10两银子那是巨款，钱家不会赔，就是赔了还会惹来祸事。花了4两银子，我的嫁妆也卖了，裴卓过冬的衣服也卖了，
还跟人借了一些。大夫说裴卓的腿以后都做不了重活了。既然祸是你闯的，那你就赔给裴家4两银子吧。哎，凭什么？就凭你打了裴卓。这个臭婆娘，泼妇，想讹老子的银子，没门儿！既然你不叫我活，那我死之前也要拉个垫背的。他二话不说，朝着钱小三就砍。啊！疯子，村长，救命啊！快拦住他！最后，还是村长小儿子和周大郎2人拦住了许宁。钱小三不让我活，他也别想活。那就这么定了，钱小三赔给裴卓4两银子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钱小三没意见了，许宁也消停了。许宁拿了银子和菜刀就回家了。进了门，这才松了口气。裴卓却有些担忧，他怕这事儿传到县里去。你在县里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啊？我不是想打听你的私事，现在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万一有人要找麻烦，那我也好提前做个准备啊。万一你得罪的人要你的命，那我就只能提前跑路了呀。董家、齐家，往后看到齐家、董家的人躲得远一点。恢复的不错，药吃完了？吃完了。韩大夫又给配了一些，还问许宁买不买他配的膏药，说是贴了恢复的快。许宁问了问价格，倒是也不贵，就买了一些。2个人付了钱，就离开了回春堂。你要去书院吗？裴卓点头。你认识孙延昌吗？荣昌书院很大，还有一些外围书院也是这样的院府。咱就在这儿等着。裴卓点点头，他在等一个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谁啊？你在跟我说话？不等他说完，就被那书生扯着拉到了墙角。你干嘛呀你到底是？看着他这张脸，许宁的记忆自动解锁了。哼，还真是他妈的有缘分啊，说曹操曹操就到。你少装蒜，你来这里不就是来找我的吗？这里又不是你家，你来得，我怎么来不得？你我都已经成亲，早知道你如此冥顽不灵，当初我就不该可怜你，才和你说几句话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缠着我，不然我……你别指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对你这种癞蛤蟆没兴趣。我今天只是路过，你要是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喊非礼。你最好说话算话。你别逼我在人多的地方扇你。滚！孙延昌最爱面子，许宁这么说了，他气得转身就走。这就是孙延昌啊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啊。是，谁有你长得好看？看起来人品也不怎么样。是，你人品好，孙延昌只是渣男，你能一石头敲碎别人脑壳。而且他穿的衣服是外援的，这地方交点钱就能上的。是，你学识最好了。许宁就像是走进了动物园，看到了开屏的公孔雀。裴卓见他不怎么高兴，就不说了。志远兄。裴兄？是啊，好久不见。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许宁在外面望风，裴卓和高志远在车上说话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书院是怎么说的？书院什么都没说。你走之后，齐明也没再来。当初要不是他，你也不会中途退出。现在你也是秀才了，就算是……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我如今也不想别的了，只求能安稳度日就够了。我早说了，齐明那种富家少爷跟咱们不是一种人，现在他拍拍屁股走了，你可怎么办呢？裴兄往后有何打算啊？若是有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我能帮的一定会帮。实不相瞒，
近日来还真有一件事想请高兄帮忙。我姑姑去世了，我也暂时歇了读书的心思，只想拿回曾经的旧物。好些都是姑姑给置办的，对我来说也是个念想。顿了顿，他苦笑一声，往后卖了还能贴补家用。你的旧物我帮你收拾了，就放在我暂住的旧院里。多谢高兄。掌柜的，你也看到了，这豆腐怎么搭配着都是好吃的，跟芽菜啊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开个价吧。能在县城开铺子的，背后的人不是有钱就是有权。春江楼是夏家的生意，夏家在县城也算是有头脸的人物，分红就是分走了他们的利益。那我不卖方子，只卖豆腐，怎么样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一旦被人看到你赚了钱还有方子，无论咱们怎么捂着都会被人知道。方子是你的，你拿主意。200两，连带着豆浆、豆腐脑、豆花以及豆腐的方子都卖给您。杨掌柜，您应该知道这些东西绝对值这个价。若是春江楼不要的话，那我就只能去鸿运楼碰碰运气了。哎呀，别呀！成，那明天这时候我再过来。许宁特意绕了一段路，没人跟着他才去找了裴卓。怎么样了？杨掌柜说要请示东家。夏家在县城口碑不错，可我们也得防备着点。许宁点头。两个人晚上不准备回去。裴卓知道一家客栈很便宜，也不需要登记，两个人暂且住下，就等着明天的消息。许宁偷偷看了裴卓一眼，其实按照他刚穿过来的想法，是准备拿着银子跑路的。这些银子就算是他跑出去也会过得很好吧。许宁刚想了个开头，裴卓忽然抬头看他，神情有些微妙。你怎么了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？阿宁，你知道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跑出去会是什么后果吗？啥？他为啥这么问啊？我去，他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想什么呀？要么被路上的劫匪悄无声息地杀掉，要么被当成流民被官府抓住送入大牢，直到榨干最后一点价值。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我就是怕你不清楚跑丢了，若是跑丢了，记住来找我。我们是夫妻，只有我能救你。阿宁，你别怪我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害怕什么？怕你丢下我去找那个姓孙的臭王八。许宁无语，摇了摇头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们睡觉吧，我有点困了。救命！救命啊！他感觉有人想拖着自己走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完了！就在许宁绝望之际，只听到咚的一声，接着便是重物落地。够了，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他捂着头，准备和裴卓回去，可走了2步，裴卓忽然回头，一拳头打在那人的头上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太吵了。许宁赶紧去探了一下，确定那人没死，这才暗暗松了口气。而裴卓站在一旁，冷冷地盯着那男人，脸上的表情莫名。回到家，刚刚谢谢你。我们是夫妻，不用说谢。你怎么会在那儿？裴卓一定是知道他回来会走，才出去接他了。吃饭吧。第二天，好好的怎么病了？风寒，不碍事的，养几天就好了。啊，no， 这是之前许宁让三梅做的衣服。三梅男人昨天摔了一跤，现在在床上起不来，
需要人伺候，他也没空过来。婶子，我腿脚不便，阿宁病了，麻烦您跑一趟把钱给刘大姐。哎，这钱他可不敢让陈强知道，不然可落不到他手里，回头他自己过来拿。行。我这样是不是很丑？也没有很丑。许宁眼眶红了，被自己丑哭了。裴卓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手足无措的感觉。别哭了，你的脸过几天就能恢复。许宁突然不哭了，裴卓好奇地看了他一眼。就是他这副表情，让许宁觉得他一定是嫌自己烦了。他会不会举起拐杖给他一下？许宁像是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鸡，忽然就没声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的脸。这是周婶送来的。他将一个包裹放下，拄着拐杖出去了。老公长得太帅也很烦呢。下午的时候，刘三梅来了。许宁在吗？刘大姐啊，你先进来吧。许宁病了，我去给你拿钱。裴卓说着进了屋，在许宁的注视下拿了铜板给刘三梅。我家被子也旧了，想做床新的，不知道刘大姐有没有时间？啊，有的，我有时间。许宁却觉得奇怪，裴卓为什么忽然关心起这些事儿了？和刘三梅商量好价格，裴卓将之前买的布和棉花拿了出来。刘三梅抱着要走，裴卓十分有礼貌地送她到门口。不用送了，你腿脚不好，先回去吧。我这腿脚确实不太好，倒是拖累了许宁。不过好在最近情况好了些，万一我死了，她一个寡妇会被送回娘家去。哎，是啊，寡妇的日子可怎么过？其实也无妨，我们若是有个孩子，她就能守着孩子过，没了拖累，倒是也自在。是啊，要是个儿子就好，如果是个女儿……本朝律法，女儿若是招个夫婿上门也不是不行。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就听说有个妇人的丈夫打仗没了，她带着女儿差点被赶出去。后来怎样？时候不早了，大姐赶紧回去吧。刘三梅点点头，赶紧抱着东西走了。那天晚上的那个人是刘三梅的男人吗？是。真是个人渣，可惜不能打死他。你想他死吗？当然想啊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。我就是说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我们不需要为不值得的人赔上性命。裴卓轻笑了一声。你笑什么？阿宁，你真可爱啊。大雨下了一天一夜，一具腐烂的尸体被雨水冲刷出来，顺着山坡滚了下来，掉进了一户人家的田地中。杀人了！许宁站在门口往外看，就见村里人都往一个地方跑。其实他也很想去看看，可他锅里还煮着饭，只能放弃。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别去了，外面都是泥土，踩脏了鞋子还得洗。说的也是。哎呦，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这死的也太惨了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烂的都没个人样了。听说村长已经去县里报官了，官府很快就会来了。哎，你们说这人是不是咱们村的？当然不是，咱们村最近也没人失踪啊。猪捕头，这尸体应该是从山上掉下来的，咱们上去看看。两个人过了许久才下来。
村里人心惶惶。那具尸体没穿衣服，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，头被砸了个稀巴烂，根本认不出来。许宁也觉得头皮发麻，他知道那具尸体就是被裴卓砸死的。又被死去的记忆攻击，许宁做了噩梦。这一次他成了那个人。裴卓脸色狰狞地盯着他，对着他举起了石头。不要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做噩梦了？梦都是反的，不用害怕。深山老林除非刻意，不然埋个人几百年都不会被发现的。许宁还听说尸体就掉在李家的地里，如果死的真的是李老二，那裴卓绝对就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他是故意让尸体被发现的。你很冷吗？啊？是什么？你在发抖？没有啊。那就是在害怕。他开始怀疑了。许宁试图想找个理由敷衍他，可他忽然凑近，将头埋在了许宁的胸口。你的心跳得很快，是在紧张还是在害怕？没有，我只是做噩梦了。是吗？裴卓重新睡回了他的枕头上，然后他伸手将许宁抱进了怀里。别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怕的就是你啊！你怎么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啊？就这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许宁还是坚持不住睡着了。听到了均匀的呼吸声，裴卓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。那天，许宁果然是看到了，尸体最终确认了是李老二。朱捕头让人找这些年河里淹死的或者差点淹死的人出来。朱捕头对裴卓还算是客气，问的都是裴小姑的事儿。我不知道，当时我受伤昏迷了，等我醒来，姑姑已经下葬了。这事石江也知道，当时我姑姑的案子还是他办的。是我办的，那天下了雨，河边湿滑，裴小猫失足落水，和李老二无关。石江哥问过李老二了？问过，当时李老二在家睡觉，李家人可以证明。你的腿怎么样了？就是您看到的样子，出门全靠拐杖。如今还好一点，之前连路都走不了。这位是？贱内。听人说你经常上山挖野菜。啊，不是经常上去，就去过4、5次的样子。那你对山上很熟悉了？我每次都是跟别人一起的。村里人说你上个月失足掉下了山，还受了伤。是，不过你虽然瘦小，可是力气却还是有的。裴卓的拐杖做得不错，要不少钱吧？你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啊？是钱小三赔的，他打伤了裴卓。钱小三啊。钱小三是个大男人，居然被你一个妇人唬住了，你还挺厉害的。朱捕头之后没说什么就离开了。他是不是怀疑我？是，他怀疑你借着挖野菜名义偷偷离开队伍，杀了李老二，埋尸荒山。他明明也怀疑你。怀疑我什么？众所周知，我腿脚不便，哪能上山杀人呢？朱捕头肯定会调查当日你为什么会掉下山坡，是不是因为杀人心虚没站稳？我当然不是了。那是因为什么？阿宁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为什么会掉下山坡？你自幼也是干惯了农活的人，想必也经常上山，不可能这么不小心才是。
裴卓步步紧逼，许宁的眉头皱了起来。他知道，裴卓知道了，裴卓也知道，他知道了。裴卓，我没有动机。裴卓乐了，他指了指自己的脸。这就是动机。你为了姓孙的嫁给我，可是慢慢相处中你喜欢上了我，所以为了我杀了李老二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不久前才救了你的命啊？记得啊。所以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我愿意替你隐瞒。真的好想脱下鞋扇在他脸上。阿宁，你别紧张，朱捕头只是怀疑，他又没有证据，只要你咬死了不承认，他也拿你没办法。就算朱捕头怀疑我，你也跑不掉，毕竟在他看来，我就是一个无知愚蠢的村妇，你才是主谋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扔掉拐杖，单脚支撑，因为站立不稳，一把抱住了许宁。你干什么？阿宁，你知道的，我只有你了。前路一片黑暗，满是荆棘，我一个人走得好辛苦啊。你能陪着我走吗？神经病啊！神经病啊！什么叫陪着他一起走？谁要陪着他一起啊？思想品德抵抗，珍爱生命，远离神经病。裴卓，我救了你，你不能恩将仇报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一语双关。当初可是你先找来非要嫁给我的，怎么，我是什么物件吗？想要就要，想丢就丢？你不是。我就知道阿宁最好了，当然舍不得丢掉我。我恨不得踩死你啊！你能不能先放开我，我们商量一下对策。好，那你扶我过去。你好好说话。裴卓就盯着他的脸看。许宁发现，就这么一早上的功夫，他看人的眼神都变了，偏执、疯狂、极强的占有欲，还带着一点点笑意，非常让人头皮发麻的眼神。这事会不会惊动你的仇家？不会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？因为村长和朱捕头都会将这件事压下来。姑姑的死被石江定义为意外，如今李老头被捕，姑姑的死因定然被抖了出来，石江难辞其咎。你知道村长为了将石江送进衙门当差，花了多少银子，求了多少人？裴卓脸上满是嘲讽。看着吧，这件事一定会完美解决。事情真的就如裴卓猜测的那样，衙门那边很快就来了消息。李老头也就是李忠，在几个月前和儿子李二贵一起杀了裴小梦。两个人抢夺了裴小梦身上的钱财，李二贵拿着抢来的银子去了赌坊，挥霍一空，还欠了钱，这引起了李忠的不满。李二贵又逼迫李忠给钱，不然就把杀人的事抖出去。于是父子反目，李忠杀死了李二贵，埋尸荒山。因为一场大雨，李二贵的尸体才被冲出来。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朱捕头是有些本事，不过没有证据的事，他就是怀疑也没有办法。倒是李家的人，你姑姑真的是李老二杀的？李老二亲口承认，李家人也知道，可他们选择了隐瞒。入夜了，村子里一片漆黑，大家都已经入睡。裴家老屋门口赫然出现了一个人。这人轻手轻脚地跨过了矮小的栅栏，摸到了门口。他走到床边，举起泛着寒光的刀，就朝着床上的人砍了下去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等等，好像有哪里不对。
意识到了什么，他匆忙之间就往外跑，结果才一出门就和站在门口的猪捕头对上了。拿绳子捆起来！院子里亮起了火光，村长举着火把和几个村民过来，大家看到地上的人都是一愣。哎，怎么会是他呀？怎么是他呀？真的是他杀了小梦啊！千真万确，听说这老贼啊还想杀裴卓，被朱捕头当场给抓了。许宁和裴卓也是一晚上没睡，昨天朱捕头忽然过来让他们躲起来，之后许宁就听说抓到了人。只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，凶手居然是李老头。许宁觉得后背爬上了层层的冷汗，万一有一天裴卓要对付他，是不是也能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他？阿宁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觉得我狠毒？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们之前的账一笔勾销了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想什么？脸上表现得很明显。真的可以一笔勾销？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裴卓将他搂进怀里，头埋在他的脖子间。你怎么了？我心里难过。你心里难过我知道，可你不要这么吓人好吗？裴卓没听到他的心声，他给许宁讲述了裴小姑死亡的经历，这是个很悲伤的故事。他们让姑姑跳进河里，每当她想要爬上来的时候，李仲父子就会用路边的树枝捅她，打她，直到……好了，都过去了。许宁不知不觉睡着了。裴卓抬起了头，今晚月亮很大，他能看清楚许宁的脸，就这么盯着看了很久很久。裴卓，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错，我们不完全算夫妻。是因为我们没有圆房吗？我现在的腿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的。真他妈想要？谁想要了？我不想要，为什么不想要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明白的，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成亲。阿宁，你我夫妻有话不如明说。我们是夫妻，可我们也不是。咱们都还年轻，当初在一起，我是一时昏了头了，而你也是迫不得已。所以呢？我们现在是一体的，可以相互扶持，患难与共。等我们都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分开。分开啊？你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吗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我们没有感情啊，强行绑在一起，对彼此都不好。再说了，等你以后做官了，我这样的身份也配不上你啊。阿宁，你还真是会替我考虑。我们本来就是各取所需，阿宁说的我都答应。到时候我还会给你一笔银子，顺便帮你找个好人家嫁了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总不能恩将仇报啊。那你有什么想买的吗？哎呀，咱们一起过日子，你别跟我客气。帮我买些书和纸，就买最便宜的。许宁点点头，他找裴卓借了纸，自己用烧火棍在纸上画了个炉子的形状。他画画还可以，裴卓看得啧啧称奇。阿宁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其实我也是识点字的，都是以前孙延昌教我的。许宁说完这几句，直到他出门，裴卓都没有再理会他。很快到了村口，许宁却停住不动了。他看见村口有个黑影，像是个人。许宁吓了一大跳，顿时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。许宁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出来了？
以许宁对他的了解，若是以前，裴卓一会儿装可怜在这儿卖人情，可是今天他一句话都没说，自顾自地往前走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裴卓进了家门，坐在床上休息。我是生气了，不过不是气你，是气我自己。我下次不会了，别生气了。裴卓没生自己气，许宁也没多想，把今天赚的钱都拿了出来。6两银子，能出去娶一个新媳妇儿回来了。他很想知道许宁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奇怪的比喻啊？要是能每天都泡澡就好了。过几天天热了，我们可以去山上洗。山上不是有狼吗？就在山后面，顺着我们家后面这条路往上走1刻钟有个池塘，里面的水很干净，那边也没有狼。真的？这么好的地方居然没人发现吗？你先洗，我去那边守着。啊，那怎么好意思啊？那就一起洗。我那是客套话，你去守着，不许偷看。裴卓一瘸一拐地去路边守着，他背对着许宁，听到他悉悉索索地脱衣服进了水塘。许宁舒服眯眼，这水被太阳晒了一上午，一点都不凉，温温的正好。他洗干净了，穿好衣服上了岸，才叫了裴卓。我已经可以了，你去吧。裴卓去了，许宁坐在他之前坐的地方梳头发，看见旁边的石头上放着一些野果。好酸。不酸哪里能轮到我们？多不多啊？什么？我是问这种野杏子多不多？挺多的，太酸了，根本没人吃。他快速地整理好头发，等裴卓洗完澡，就让裴卓带着他去，领着他往前走了10几米，就看到几棵野生杏子树。低处的很快摘完了，许宁跃跃欲试地想上树。他踩着石头爬上去，很快将篮子摘满了。裴卓，过来接着。裴卓做了个梦，他回到了山上，他看见许宁在树上刚洗过的头发披散着，露出一张活泼俏丽的脸，对着他笑。裴卓忍不住上前抓住了他的手，之后他们倒在了水池中。裴卓醒了，他睁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许宁已经出去了，床上只有他，也幸好只有他。许宁端着早饭进了屋子，随口叫他吃饭。裴卓指了指他衣服，你昨晚就穿的少睡，我都没说你。你知道你自己一直在散热吗？见裴卓没说话，但是耳朵红了。你别胡说。床太小了，以后咱们分开睡，你睡床，我睡炕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没说话，抱着布绕过他们就要离开。喂，你不许走，说清楚，是不是追着严昌哥来的？是我先来的，还说是你跟着我们呢。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杨小慧还想说什么，可许宁已经绕过他走了。遇到熟人了？切，两只苍蝇。吃过饭，许宁刚想说什么，隔壁忽然传来一声女人的惊叫。许宁听出了杨小慧的声音，好家伙，白日宣淫呐！许宁刚想再听听，隔壁的声音就没了。这么短？太短了。许宁无语。下雨天在屋子里睡觉特别香。等许宁醒来，天都黑了。他看见裴卓站在墙边，正将耳朵贴在墙上偷听。他也过去听。果然，这两个人又开始了。相公厉不厉害？
害。杨小慧刚说完，隔壁就停了。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是不是想许宁那个贱人了？别胡说，我想他做什么？今天你眼金珠子都快粘在他身上了，还说没想？我告诉你，孙延昌，你敢背着我和那个贱人有什么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你少胡说八道！我有没有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听到自己的八卦，许宁多少有点尴尬。没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许宁无语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隔壁又来了一次。杨小慧突然的一声尖叫，给许宁还吓了一跳。隔壁还真是精力旺盛，傻逼孙延昌又菜又爱玩，可是很短。安宁，你想不想试试？我不想，别跟我这个黄花大闺女说这些。嘿，许宁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是野兔吗？前2天呢，上山做了个陷阱，今早看着有2只兔子，我娘让我给你们送1只。周二哥，喝茶。哎呦，这茶真好喝啊！周二郎喝了茶，又从怀里掏出个小包，打开来是一只银镯子和一根银簪子，真好看。我找熟人搞来的。多少钱啊？周二郎说了个价格，比一般银子贵点。许宁进屋子拿钱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你和许宁，你们所谓的成亲拜堂了吗？没拜堂也没圆房，自然算不得夫妻。我们是不是夫妻，关你什么事？我没什么意思呀。我知道你根本看不起许宁这样的村妇，既然你不喜欢，不如让给我，我觉得她不错。你找死！裴卓上前就要打人，周二郎没躲。裴卓的拳头到他脸上的时候，忽然反应了过来，他回头果然看到了身后站着许宁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想到裴卓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好。许宁没去看裴卓，也没有接他这个话，他将银子递给周二郎。周二哥，拿着吧，今天的事是裴卓冲动了。我先走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。周二郎走后，许宁松了一口气。刚刚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该打。我下午去了县城，找高志远打听了一下，董家确实是出事了，是有人在背后整治他们。既然有人在处理董家，那这人就不会给董家翻身的机会。之前董家还得罪了夏家，夏公子也会添上一把柴的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董家也算是咎由自取了。咎由自取，也算是吧。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？也是这件事吗？是书院的事，董承义被带走了，我找高志远让他帮我走走关系，可能年后我就能回书院读书了。啊，真的？这可真是双喜临门。不行，我们得做点好吃的。简单吃点就是了，明天再说。行。两个人简单的吃了点饭，洗漱过后，欢欢喜喜的上床睡了。两个人各怀心思，不急不缓地走在深秋的乡间小路上。许宁觉得他和裴卓沉闷闷的气氛有些怪，于是说起了董家的事。董家就是不完也会伤筋动骨，从前和他们结仇的人也不会放过他们。你的腿是董夫人。你听过那个传言了？什么传言？他们是不是说我和书院的同窗搅在一起，被我同窗的家里人发现，所以才打断了腿？是。那你呢？你也这么想吗？不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是吗？
我当然是相信你的。我也相信你相信我。所以，当初的事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当初的事有点复杂。我常在董家走，自然也会接触到一些董家的人，比如董明月。因为知道董明月是个疯子，所以董夫人才……不是，董明月的疯是个秘密，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。董夫人之所以要这么对我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对他们来说的惊天大秘密。是因为董承义和齐明吗？裴卓点头。那天他有急事找齐明，董家的下人们认识他，听说他找齐明就放他进去了，直到他看到了床上交缠在一起的两个人，一个是齐明，一个是他们书院德高望重的夫子董承义。然后呢？我向他保证，我不会把今天的事说出去。好了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。是啊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董家该偿还的远远不够，还有齐明，一切的罪魁祸首。他怎么可以置身事外，继续过他的潇洒日子？总有一天，裴卓会叫这些人付出代价。不过，我还是有一点想不明白，董夫人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怎么能容忍侄女和自己丈夫搞到了一起的，甚至还帮着他们隐瞒？这一点裴卓也不清楚，不过他会知道的。我们真的不考虑圆房吗？我想我们的关系并不适合圆房。为什么？难道你要一辈子不嫁人了？你不喜欢男人？许宁摇了摇头。既然你也要嫁人，为什么我不行？我是哪里很差吗？因为你穷，而且你也没有腹肌，你还是细狗。这可真是忠言逆耳啊！好残酷的真相。许宁好笑地看了他一眼，去收拾东西去了。东西还没收拾好，就有人找上了门。裴卓，裴灵出事了，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。我可以去看看。裴卓时隔多年再次站在裴家门口，还是挺感慨的。你来干什么？娘，裴卓是来看小玲的。我呸！我的孙子就是死了，也不用他看。不好意思啊，蔡大嫂，这位裴大婶不许我看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，不是？说完走了。人人都说我是小姑的儿子。你不是说不是吗？我确实不是，小姑和我说过的。那你知道自己的身世吗？小姑不许我问，说等我18岁的时候会告诉我。可我还没到18岁，他就死了。许宁叹了口气，他觉得裴卓的身世不简单，不怪他多想了。他本身就是写画本子的，像裴卓这样的人物不配个牛逼的身世，都对不起他这张脸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阿娘，我能全都要吗？我去给你打水洗洗脸。裴卓看着他，他一把拉住他，将头埋在他怀里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你别走。我不走。天旋地转。
许宁没能将裴卓带回去，因为他掀开衣服要给许宁看他的腹肌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回去看好吗？他邪气的一笑，站在房檐下解开腰带，提出来就开始尿尿。多加点肥料，花花草草才能长得高。周二郎和叶子玉一脸震惊。就在许宁以为他闹够了就会回去的时候，裴卓眼尖看到了周二郎。说老二，老子尿的比你高，气不气？你气不气？裴卓，你也有今天。许宁生无可恋，才将他拖回了屋子。裴卓喝醉闹腾了大半夜，天快亮才睡着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只觉得头疼欲裂。醒了，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了吗？不记得了。我是喝醉了吗？忘了就挺好的，吃饭吧。他只能假装什么都不记得。可他忘记了一个人，他一生的宿敌。周二郎下午回来，看到裴卓，忽然朝着他古怪地笑了一下，然后就开始绘声绘色地给他讲昨晚的事，事无巨细地说了一遍，期间还模仿了一遍。我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不记得哥再帮你回忆一下。于是他又模仿了一遍。想起来了吗？没想起来，二哥还可以再帮你回忆一遍。阿卓，别难受，一辈子很快就会过去的。于是裴卓发誓，往后他要是再喝一杯酒，他就是狗。许娘子，许娘子，探花，探花，裴公子是探花。裴卓所到之处，无数少女芳心暗许，朝他扔花扔手帕。就算是裴卓都有点招架不住，满脸木然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那个探花是我兄弟，是我兄弟，是我兄弟。那天裴卓回家后非常高兴，给许宁讲了面圣的经过。陛下看我长得好看，还想替我指婚，我就说我成亲了。真厉害。还有更厉害的，想不想看？不想不想。两个人闹了大半夜，都沉沉的睡了。第二天就有人登门拜访，送来了请柬，都是想结交的人。许宁翻着请柬，忽然在其中一张上停下了。齐家的，说是齐家主50大寿请你，怎么办？去不去？去啊，怎么不去？裴卓将他捞过来。你也一起？我？对，一起。真没想到你会来啊！裴公子是我请来的，妹妹的同窗好友，这到了京城，自然该尽一些地主之谊。那可真是多谢你的好心了。不用客气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启明，你怎么还穿男装啊？小侯爷这个听墙角的习惯还是改不了。常言说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你若是坦坦荡荡就不怕别人听，可若是男盗女娼不干好事儿，自然是怕人知道的了。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朋友，既然是朋友，那你怎么对我，我当然要怎么对你咯。儿时的戏言你就要一直抓到死吗？也不一定，至少也要我消气为止啊。都是朋友，不能光我一人难受啊，你说是吧？那就随你的便，我先去忙了，两位随意。他走后，祁红深深地看了裴卓一眼，也转身离开了。鲜花配美人，送你了。侯爷的美意心领了，我不需要。哎，裴卓，你和齐明之间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？你偷偷告诉我，我保证不往外说。没有，我就是来看热闹的。啊？
这样啊，那算了。他离开了。你觉得小侯爷他是扮猪吃老虎的吗？扮野猪吃老虎，皇上很宠他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不是说他们家落魄了吗？不清楚，总之这个小侯爷不太简单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你谁呀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戚夫人要杀我！戚夫人要杀我！有什么冤屈你说出来，众目睽睽，没人敢杀你。就是戚夫人，她要杀我灭口。灭口？为什么要灭口啊？小侯爷，这种疯婆子的胡言乱语怎么可信？来人，还不把她拉走！哎，等会儿，既然是风言风语，这戚夫人你又害怕什么呀？还是造谣习惯了，如今落到自己头上了，就受不了了？小侯爷，这是我齐家的家事。我可告诉你，机会就一次，若是现在说，没准儿还能活；若是不说，齐夫人将你抓回去，你该知道后果。奴婢是董夫人的贴身丫鬟，董夫人是齐家的庶出小姐。20年前，家主宠爱小妾，小妾先生下了庶长子，齐夫人的地位受到了威胁，于是她想出了假孕欺骗齐家主的办法。贱人胡说！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抓起来！是是非非，还是等着夫人说清楚的好。齐夫人何必着急呢？就是这么多人呢，不会叫这疯婆子冤枉了齐夫人。齐明眼看事情不对，就要上前，却被齐红抓住了肩膀。哼，妹妹放心，不会冤枉了母亲的。是你安排的？真是冤枉人了，我哪里有这本事呢？齐夫人假孕，时间长了纸包不住火，她害怕事情败落，于是和齐婉君商议去了西北，然后她找了一个男人借种。继续说。这个借种的人就是齐婉君的相公董承义，本来是另一个人，可那天阴差阳错，大错已经铸成，我家夫人只能认了，却也因此拿住了齐夫人的把柄。10月怀胎，齐夫人生了一个女婴，为了稳住地位，对外说生的是男婴，并且取名叫齐明，彻底的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。本来这件事不会被暴露出来，可去年董家蒙难，齐夫人袖手旁观也就算了，还让人在牢中杀了我家夫人灭口。好在夫人早有准备，让奴婢带着这个秘密藏起来，若是齐夫人敢伤害董公子，就将这件事说出来，让齐夫人身败名裂。胡说！哪里来的疯婆子，几句话就想污蔑我？来人，抓起来！抓起来！齐家主却忽然回头，冷冷地看着董夫人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儿子变女儿也就算了，女儿还是自己妹夫的。奴婢没有胡说。董承义的左兄有个胎记，齐明也有，他们就是父女。你杀了我家夫人还不够，居然还害死了我家公子，我就是拼了命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小侯爷等妇人说完，就站在了一边，不再阻拦。于是很快，齐家主的人就将老妇人带走了。诸位，招待不周啊，
今日齐家的事让大家看笑话了。众人也不好继续待着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齐家。路上，老妇人真是齐婉君留下的？确实，不过没躲多久就被夏清河抓到了。一开始他什么也不说，还是夏清河使了手段，让他相信董明宇被齐夫人的人带走了。听起来是不错，可他是怎么进的齐家呀？还有齐明肩膀上的胎记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往齐家安排人了？这不可能吧，齐家买人向来都很谨慎，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安排人进去啊。齐家是不好安排人，可是齐明身边却是容易多了。齐家混乱，没人注意到一个漂亮的青年离开齐家，上了一辆早就等候的马车。可累死我了，这银子真不好赚。不过很快齐明就知道是我放的老妇人进来的，京城我是待不下去了。我们在西北有庄子，你去那儿种2年苹果去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，好像是齐家走水了。这半夜无缘无故的起火，有点蹊跷。何止是蹊跷？许宁第2天出门就听到外面议论，齐夫人和齐明死了。裴卓，你怎么来了？齐家放出消息，死在后院的2个人就是齐夫人和齐明，他们肯定跑了。无事，说不定以后还会再见。齐明他了解罪是记仇，这次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，也不会甘心在外面躲一辈子，总会回来的。裴卓回头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小侯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有点事儿想问问你，你对你的身世了解多少？小侯爷刚刚问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小侯爷沉默了片刻，将玉佩的事说了。裴卓记得小姑是有这么一块玉佩的，可是具体上面写着什么他不知道，没想到和失踪的燕侯爷有关系。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啊？姑姑说她不是我亲娘，她应该只是我娘的婢女。至于我娘，姑姑从来不许我过生辰，她说我的生辰那天死了人，所以我娘可能已经死了。至于燕侯爷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2个人在风中凌乱，陷入了我和他是不是兄弟的复杂心情中。我会在这儿待一段时间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若他们真在西北待过，一定会留下线索。他说完，很复杂，很复杂，很复杂地看了裴卓一眼就离开了。你是千和的儿子？应该是吧，不知道驸马找我什么事。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。你是千和的儿子，却不是我的孩子。驸马说他曾经是有个糟糠之妻，姓乔，而千和是他的表妹。我中了状元，打马游街，风光无限，却正好被出门游玩的德宁公主看到了。后来呢？于是某一天，我被拉去和同僚喝酒。等我第2天醒来，匆匆赶回家后，只看到哭得快要晕过去的千和。乔氏死了。所以乔氏死后，你就娶了公主？我娶德宁是逼不得已呀。我娘呢？你似乎一直没提到她。她来京城后如何了？她和乔氏情同姐妹，乔氏对她又极好，所以乔氏死后，她就说要替乔氏去报仇。料理了乔氏的后事，她就走了。再次得到她的消息，是我看到她和燕侯在一起。我当时一度怀疑她为了报仇委身于燕侯。裴卓忽然抬头看向钟离尘，钟离尘的话看似合理，却有个很大的漏洞。什么漏洞？
他说这些看似合理，其实整件事他都在刻意回避我的母亲。而且德宁看到我的脸那一瞬间的表情骗不了人。再说德宁这个人，他喜欢钟离尘都能喜欢到杀人妻子的地步，那么我娘那么好的样貌待在钟离尘身边，难道他就不会多想或做点什么？反正都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，德宁想对付他们不就是顺手的事？这老小子一定是在耍我们。要验证驸马的话，其实很简单。德宁公主，若是德宁朝你动手了，那说明他是认识千和的，而且和千和有很大的关系，那也就证明了驸马说的话确实有所隐瞒，而他隐瞒的这部分就是问题的关键。这些天我给你留些人在身边吧。谢了。裴卓在马车里醒来，他看了看，天色已经暗了，不知道过了多久。你是谁？抓我干什么？太像了。你认识我娘？看来你查到了不少。也不多。做事最怕你这种半吊子，什么都不懂，还一头扎进来找死。你什么意思？那女人却不说，而是对身边人说了什么。你是德宁公主的人？那个蠢货啊！驸马的人。女人无奈地看着他，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睡吧。他的眼睛像是有什么魔力一般。裴卓渐渐迷糊起来，最终晕了过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裴卓醒了，他还在那个房间。几个婢女模样的人在他手腕上划了一刀，放了一些血，又给他包扎好伤口，出去了。后来他又醒了几次，无一例外都是被放血，直到再一次醒来。他身体虚弱，推开门，外面阳光刺眼，他晃了晃身子，最终倒了下去。